好，我们接下来开箱就是这一款 Galaxy Z Flip 3 5G。当初听到三星发表这个 Z Flip 手机系列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款手机完全就是科技与时尚的最完美结合。因为通常像折叠手机这种这么新的科技，通常男性的取向会比较重一点。没想到三星就是这么贴心，它完全照顾到了女性。而且你回头想一下，过去1年你在看韩剧的时候，女主角手上握的手机是哪一款？基本上都是这一款啊！这款手机根本就统治了韩剧女主角的手，所以说他们握过的手机，你能不感兴趣吗？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这一款 Galaxy Z Flip 3 5G 吧。哒啦，终于这一次我们有拿到完整的盒装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这个厚度，各位知道是什么厚度吗？这是环保的厚度啊。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吧。哇，手机的本体太令人期待，先放旁边。再粘了一个这个 Samsung Care。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有什么配件吧。那这一次的配件，哇，非常的简单，说明书 Type-C 的传输线那还有这个重要的伙伴 SIM 卡卡针，接着就是手机的本体了。哇，那我们就先来撕膜吧，赶快迫不及待了。哇，我这次拿到这款应该是石墨绿，它这次总共出了有4种颜色：丝绒白、幻影黑、日落紫和这款石墨绿。哇，整个感觉我觉得蛮偏中性的啦，感觉看起来还不错，就是感觉男生女生用都还蛮适合。那整款手机的重量非常的轻这已经是我好久没有拿到重量。这款手机的重量只有183克，超级轻，我觉得轻如羽毛啊！按照往例，我们就要来进行第一次的合上，这样合好了，那我们来合上咯。哇，这就是合上的声音。这一盒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一盒也是你与韩剧女主角的手最近的距离啊！我敢说，这些手机在未来的半年至1年内，一定会统治所有韩剧女主角的手啊！这个感觉可以单手开盒，真的是很有趣。哇，开需要磨练一下，就是左手不顺啊。那右手看一下，这样打开，这样的感觉还行，就是单手要练一下。然后整个的阻尼感也是，它基本上就是随开随停，它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停下来，即使到这样它也都可以停着。在这个边边地方也都有做这种缓冲垫，所以说你在合上的时候，就比较不用担心说萤幕会被撞击到了。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这款手机的大小，就它合起来的大小其实真的是蛮小，然后打开的话，其实体感会觉得就跟一般的手机一样。如果说我之前开箱的 Galaxy Z Fold 3 5G 是大，还可以更大，那这一款 Galaxy Z Flip 3 5G 就是小，还可以再更小。所以你可能会想说，这么小的手机到底能干嘛？哇，那你就真的不知道，因为女生有一大堆超级无敌小的包包，完全无法想象装饰用。但是如果你有这款手机，从那包包这样抽出来，然后在人家面前这样打开，哇，在社交场合，你一定会把你左右的姐妹吓得魂飞魄散，想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像是精品的东西，但是竟然是手机？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有噱头的啊。然后这款手机基本上它的整个机身也都使用的是 ARM 的铝合金结构机身，在耐久度上有所提升，那也会让你整个手机的质感再更好一些。然后背面部分，因为这边是亮面，所以说它会稍微比较沾附一点指纹，不过基本上你做简单的擦拭过后，就是一款漂漂亮亮的手机。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转轴处吧。哇，它的转轴处是这种材质是这种有点雾面。哇，我真的是蛮喜欢这材质，因为你看这雾面其实是不太会沾指纹的，这个感觉很好。然后它这次的转轴也是使用的是 ARM 铝合金转轴，然后一打开就会看到 Samsung 的 logo， 但是当你合上的时候，哇，有没有低调的感觉就是这样。那跟 Galaxy Z Fold 3 5G 一样，就是它是支援了20万次的可弯折次数，然后还有一点很厉害，这款手机也是支援了 IPX8。哇，我真的很难形容我听到这件事情的震惊度，因为你要想这个转轴处这样子可以
抖动的转轴处竟然支援了防水，但就是一样啦，老话就是你防水归防水，你不要真拿去往水里一直丢，建议还是以防泼水为主，做你的日常使用，这样你的手机的寿命可能会再久一点。然后 IPX8 的话还是没有防尘哦，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把它带到什么沙滩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木造工厂那种灰尘量比较多的，它可能还是会不行，这点还是要小心一点。好，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它的内页萤幕吧，一样老样子，出厂就帮你贴好一层保护膜。那外面的这个封面萤幕的部分好像就没有，不过外萤幕看它整个机身的后面这边都是采取的是康宁大猩猩 Victus 玻璃，所以说它基本上都会减少刮痕和易碎性的部分，所以说耐久度应该都是有所提升的。内萤幕的部分的话，跟 Galaxy Z Fold 35G 一样，就是它有一层 PET 的保护膜，它可以提升它的耐用度。然后整体来讲的话，摸起来其实感觉已经，我觉得硬度上来讲是蛮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上下左右的孔位吧。那上面老样子就是一个麦克风口，然后底部的话就是一个 Type C 麦克风跟喇叭，右侧的话就是一个电源跟指纹辨识整合的按键，然后走的是电容式的指纹感应器，再来就是音量键的部分。然后左侧的话基本上就只有一个 SIM 卡卡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SIM 卡的部分吧，取出我们这是重要的配件之一 SIM 卡卡针。看一下它这次走的好像是只有单一 SIM 卡，一张 Narrow SIM 卡，所以说这部分如果你是想要使用双实体 SIM 卡的，可能要注意一下。好，然后整个机身的稳定度的话来讲，我觉得做的蛮好，你这样甩其实基本上还不太会凹掉，然后这样子也是感觉蛮坚固的，所以我觉得还 OK。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背面的相机模组吧。首先左上角那一颗是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有着 f2.2 的光圈，支援了123度的超广角。然后左下角的话是1200万画素的主镜头，也是 f1.8 的光圈，支援 OIS 光学防走震跟 Dual Pixel AF。然后最下面的这个就是一个闪光灯的部分，基本上这就是它的相机配置。好啦，那我们终于可以来进行开机的部分啦！来啦，我的频道上第一款 Galaxy Z Flip 35G 开机。哒啦 ，Samsung Galaxy， 哇，那它的外面这个萤幕，哇，也有哎，所以它这外面也是有这个写上他们的 logo， 啊，期待。哦，打开了，这个有点像是不知道是缎带还是什么的萤幕保护程式，然后它一样打开就有这个蛮酷炫的动画。那我个人比较想先看的是这个封面萤幕的部分，哇，好小巧哦。那这一次的封面萤幕从前一代的1.1寸提升到了1.9寸，基本上面积是比前一代大了4倍。在影片的后半段也会用它来测试看看自拍。然后在这个萤幕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左右去控制你的音乐啊，或者是你的闹钟，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计时器，它都是可以做简单的操作，那也可以新增你想要的。这个部分的话，在读取或者是做一些快速的操作，即使它是合着的状态下来，也是可以很直接办到。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那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内萤幕的部分吧。哒啦，基本上这个真的是就跟一般的手机的感觉很像但是它多了一个这么帅的功能，就是如果你跟人家吵架，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不爽啦，然后很生气，就这样啪。手机就折半，他应该也是傻眼。好，然后接着我们就刚来看一下内萤幕的部分吧。哇，这萤幕也是感觉不错，它是一块6.7寸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 Infinity Flex Display， 有着22:9的比例。然后它的萤幕亮度最高的峰值是来到1200 nits。然后这一款也很厉害，它有支援了10到120赫兹的动态流畅画面，所以基本上它在滑起来的感觉流畅度应该是蛮够的。然后像这样子一样，我觉得它跟 Galaxy Z Fold 35G 有点像，就是你正面看的时候，基本上像这样。你看得出它的折痕吗？它的折痕可能要到比较旁边，然后再搭配一点光线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好像比较不明显一些，这点的话还蛮不错的。而且你要想想看，这款萤幕它支援了120赫兹，但是它还是可以折叠。哇，我觉得现在的手机没有120赫兹的，真的也是要检讨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款手机上的多功体验是如何吧。那我们就叫出我们最喜欢的好朋友设定。那按照我在 Galaxy Z Fold 3 5G 的，哇，也是可以。基本上现在设定滑起来感觉基本上就跟我现在这支常用主力机 Galaxy S20 Ultra 5G 是一样，就是它就是看起来滑起来就是一款跟你认知很像的一款手机。没有折叠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一款轻薄的手机的感觉。然后大家会比较在意的是，因为它折痕在中间嘛，所以说你在滑过去的时候，拇指是会稍微有点感觉。但是我个人觉得影响你滑动的感觉，并不会到这么的明显，并不会说因为这个滑动的感觉就很不好。然后打字的感觉基本上也都是蛮顺畅的，就是跟一般的手机用起来一样，但是它多了这个折叠，就让它非常的不一般。然后这一次有个很大的升级，也就是上一代比较大的遗憾，就是这次它支援双声道 Dolby Atmos 环绕音效，也就是立体声的部分了。那我们这边就赶快来实测一段这个喇叭比较给各位听听看，说它跟我的爱机 Galaxy S20 Ultra 5G 比起来，声音的感觉是如何吧。好，那刚刚这就是它的喇叭测试。那它基本上我2款手机都是把音量开到最大，你可以听听看，说音量最大的情况下，它会不会爆音啊？会不会有什么你不喜欢的状况？但我个人听起来是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好，然后接着就是这一款手机的一些规格。那这款手机的规格我这就不念了，基本上就是列在这，就都还 OK， 就是预期之中的规格。我们就赶快进入我还蛮喜欢做的，就是看到这个有没有相机的测试。那我们现在测一下它背后这2颗镜头的主镜头拍照感觉是如何？那我们先做一个一般的拍照。那首先它的主镜头的感觉就像这样，照一张，然后再来是广角镜头的感觉会像这样，帮它按个对焦，照一张。好，整体的感觉就像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最有趣的是，当你在检视照片、看照片的时候，如果你把手机这样折起来，哇，这个就真的很有趣了吧？它就是变成一个 demo 的模式，就一样，下面就是这个触控板可以左右切换啊，然后做放大和缩小，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些你可以删掉啊，或者做一些修图或者设成我的最爱部分，是一个折起来的应用啊，蛮好玩。在跟人家 demo 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可以看哦，这是我的小电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有趣啊。对，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差点忘记讲它的规格啦。它的内页萤幕有一个挖孔镜头，那这颗前镜头的规格是1000万像素，那有着 f2.4 的光圈，支持的80度的光角。好，那讲完这种前镜头，我们来做就是自拍的测试。那我们就换个地方开始测试吧。好，然后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它的封面萤幕的部分。我们看到它现在这个就是相簿，然后这个就是影片，所以说你基本上可以用这个封面萤幕去做预览的动作，然后你上下切就是0.5倍跟1倍的部分。那我们就先来拍一张这个自拍，这样。哦，然后这时候你要按的是音量键，这样。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广角镜，哇，广角就非常广，而且我觉得它广角会比较实用，是因为这样的拍照你在跟朋友自拍的时候，其实效果应该是蛮好的。好，然后接着它当然不可能只用这个封面萤幕来拍照嘛，我们接着来测一下它这个。哦，单手开合有没有看到？马上就学习，然后接着就可以用这个挖孔萤幕来做一个自拍。那自拍感觉基本上就跟你拿一般的手机的感觉是很像。好，然后接着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模式，就是这个，看到没？粉饼盒模式，有没有看到？它就是你在任何的角度，它都可以做一个调整。所以说，如果女生想要补妆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补妆的动作。那自拍感觉就会像这样。这基本上就是它一个自拍的感觉。
好了，那基本上这就是这一款 Galaxy Z Flip 3 5G 的一个自拍测试。我觉得整体来讲拍照体验，因为它蛮小的，所以握起来的感觉还蛮舒服，比较不会手抖感觉。跟 Z Fold 3比的话，Z Fold 3因为比较大，你要适应一下，学习成本会要有一点。但这个的话，马上就可以上手，还蛮不错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女生自拍的一款手机。然后在我拍摄的同时，它的价格已经出来，我觉得真的是超级便宜。这一款手机128GB 起的，只要30888，那256GB 的话是32888，哇，这价格真的是佛心。但是如果你还是很犹豫的话，一样，它这次也是有那个新机免费试用计划，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做折叠手机的试用，而且这一次跟 Z Fold 3一样厉害，就是它除了折叠手机可以出借以外，你可以租借耳机、折叠手机加手表，完整体验一个三星的生态圈。所以如果你最近想要送人家礼物，或者你自己手很痒的话，犹豫就赶快去试试看吧。毕竟犹豫就是想要啊，而且可以一次测试这么完整的三星生态圈，然后又免费，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划算。那唯一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体验完后回不去了，那你的皮包就要小心了。那基本上开箱就到这了。那这一次开箱的心得就是，我觉得这款手机有一种给科技圈注入一股清流的感觉，让科技与时尚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合，也让使用者有更多消费的选择。而且你想想看，三星在折叠领域基本上是没有人打过它大可以选择一代一代慢慢跟下水。但是在这一次的更新上，我感觉到三星，你看不论是这个外观、这个萤幕，它并没有想要止步于此，并没有就此打住，有着想进步的决心。所以我这个新粉才会这么的兴奋。好啦，那基本上这部影片就到这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